你拿不走。是吗？楚火，你应该站在我这边才对，你好好想清楚。这碍事的家伙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那就来吧。明夜为了争取时间，尽快完成邪骨封印，不惜召出双生文尊。此举虽能在短时间极大提高战力，但若不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间将再无战神。还差一点，我要坚持住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元魔神，楚皇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趁着空间尚未彻底关闭，和你我二人之神力，将魔域探索。那你呢？不，姬泽。我此生为神，自问与妖魔战至最后一刻，即已穷途末路，不妨与妖魔域共论深渊万丈。姬泽，姬泽，这捉魔之路，你先行一步。楚皇，住手！是暖的我追梦，仅凭直觉揣测。刻下从前身披枷锁，孤单封印在命运千万年寂寞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青丝山执着。老友们，祭司先行一步了。我不为这世界众生如何待我？无身躯，重振荒原。风雨变成雪山。有片刻碎落。
继子也自身神髓封印荒渊了。明夜失败了，九曜天罡阵无法发动第二次，姬泽死了，你的神力也将耗尽，而吾却已经达到天柱。哼，你们阻止不了吾。休想！父皇，快离开战场！以元神为代，不要逞强。还有闲工夫管别人？明夜，屠神弩乃无言所化，吾想杀谁，我见必会命中。这一次，绝无可能生还。一旦被屠神弩锁定，就绝无可能躲避。若能以死换得封印邪骨，明夜死而无憾。魔剑太多，这空间牢笼挺不住。明夜，对不起。父皇！父皇！楚皇。楚皇，楚王，真是感人呐！试问你还有多少同伴可以替你挡剑？你们的牺牲都不能白费。我的旗鼓，来自生命的心跳，在漫长夜里给我死！战过黑暗，拥抱不伤。你的所有情
口。等我刨得命来！是你的埋骨之地。溃少之斗，真是可笑可怜。那风一无的邪骨，不就让神域为邪骨陪葬？这是魔神的剑，魔神死了。刑法就要凝成了。诸君，我已决意倾尽神力，与魔神同归于尽。待我身死，收拾残局，便交给诸位了。小明夜，明夜，明夜，莲华，替我把花收好。神君，这花是哪来的呀？还能是哪里来的？牧神花园里种的呗。神君，你偷人家的花了？他那花园里百花齐放，我就捡了这么小小的几枝，摆着闻闻香呗。
真爱了吗？连你也打趣我。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清楚。只不过，你这今后该如何对待天欢圣女呢？我对天欢并无私情，从前她是我的下属，将来依然也是。你知道就好。如今你和这棒金公主已结为夫妻，虽仙妖两隔，但可不能因此怠慢了人家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这双眼睛能窥探前尘后世，要不然我帮你看一看这段姻缘如何？小纪泽，还是收了你的神通吧。你我虽为神明，可姻缘之事由人不由天，不知者无忧。还是让他过好自己的日子吧。人都到齐了，走吧。如今失了仙髓，连剑力都减了8分。谁在上面？是我啊。你在那上面做什么？我看这仙果生的不错，也没有人摘，就想吃2个解解渴。这果子能吃的？啊，这不是你家果树吗？你没尝过？这仙奈树生于上清万年，从来都是自生自长，无人采摘。天哪！千万别告诉我这果子很值钱，被我吃了好多。倒是你，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没有毒，我以后不摘了。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我先回房了。早啊！确实挺好吃的。
谢谢你。夫人好厉害啊！我这胳膊好痛啊！与剑使齐平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什么意思？你再张一次弓。手臂抬高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怎么还害羞了？这把好用些。明夜，你送我的弓我很喜欢，礼尚往来，我带你去看好东西，不见不散哦。这里的流星好漂亮啊！我在漠河的时候，常常往天上看，最美的星星都在这里，我很喜欢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怎么了？不对劲，不对劲啊！怎么不对劲？你说明夜平日里要在神君营里待满12个时辰，一年到头枕戈待旦的，现在这段时间还知道往家里跑？结了婚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棒精小娘子到底是何等如花似玉。能让明夜这棵铁树都开了花。你要做什么？走，好久没有去玉清宫了，找明夜讨杯茶喝。知道的以为你是来做客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做贼呢。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我不会认错人了吧？你这一招，不仅容易误伤同袍，还会令自己空门大开，让敌人有可乘之机。那我再试一次。你再试试。
手臂抬高。看见了吗？看见，不是看我。嗯。与我过招。好。我明明看见这剑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初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纪泽来了，一声不吭就上门。这不是你金屋藏娇不与世人，我若是提前通知，还能见到这一出琴瑟和鸣吗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那位小娘子厉害啊，一出手就差点将我毁容了。是明夜没有控制好招式，不怪桑九。别吃不到葡萄就叫酸。对不住啊，方才是我不小心。这位神君，您没事吧？方才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没想到，你我竟还有一番渊源。纪泽，此话怎讲？既然到时，自然会知晓。只是，你知他知，明夜桑九不知。什么意思啊？桑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，我送你4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看来是我们不可窥看的事情了。桑九姑娘，你不必细问，只需记得纪泽神君说过的话，日后自有用处。你是咒神纪泽，那个司掌时间的神明？正是在下。这位是雨神初皇，执掌空间。难怪方才这把剑明明往前飞去，却落在了我的身畔，原来是被神力所改。桑九姑娘，不知为何，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亲切感。贸然来访也没带什么礼物，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是什么？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多谢。原来今日你们是来送礼来了。不是说好一起喝茶吗？走，去茶室。自从天昊神君陨身以来，你接管神宫，我便是再也没有来过。
说起来，天环圣女怎么样？她已经痊愈了，只是还未苏醒。要去拜访一下这个新妹夫，替你好好的问一问他，为何如此待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既然我不知道妖气反噬的事，那明夜肯定也不知道。今日知道了，我同他讲便是。做什么动刀动剑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讲。我是替你抱不平啊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人也是我自己要嫁的，没什么好不平的。再说，明夜他也并未薄待我，反而教了我许多剑法射术，功夫进境很大。啊？剑法射术？童你也讲不明白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夜大概也快回来了，我要回上清神域同他讲合修的事。哎，你就这么直接与他讲啊？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记得回家，回到漠河来。无论是非因由，阿兄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
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妖力要反噬了。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妖类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原来合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三世遗忘。这疗愈结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阵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。神君正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？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
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所以，那蚌精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发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身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那明夜，你告诉我，你与那蚌精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新夫人的奴婢吗？铁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，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。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明夜。那蚌精如此卑劣，见你的恻隐之心设局攀附，以当局者迷，我该如何让你看清？便是你们2人同那蚌精走的近些。参见圣女。是桑夫人主动找我们打听神君喜好，奴婢们才多说了几句。哦，桑夫人刚来几日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神君，奈何神君并不领情，直到……说下去。直到她在那棵仙奈树下等到了神君，神君见桑夫人登高爬树，乱摘果子也不责怪，反而与她日渐亲密了起来。仙奈树，给我把这树砍了！是。好可惜。原来你叫桑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
你终于醒了。是啊，我终于醒了。还多亏了你当时在漠河照顾明夜，不然我那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也谢谢你这阵子帮我照顾明夜。我有些事正好想要说与你听，不知桑夫人可有闲暇？嗯。所以是明夜叫人将树砍了的。是啊，我怜你年幼远嫁，这才私下里告诉你，这些话可别让旁人知晓了。多谢你。听说你每日在他案前放一只红奈果，可你是否从未听过，明夜战神最讨厌别人进自己住处，碰自己东西，被他人纠缠。神君好像也没有什么喜好，也不大喜人亲近。我听说过，可我以为什么？以为你是特别的，以为他喜欢你。那我今日便好人做到底，多与你说几句吧。你父亲挟恩图报的事，上清神域无人不知。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，被逼无奈罢了。何况明夜从前为仙体，如今已是半神之躯，金丹纯净。可是你能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便如同洪水猛兽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明夜每日领兵与魔君厮杀，生死一线，若因被你的妖气污染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会后悔。我不知道这些，才与他合修的。若我的妖气会有碍于他，我绝不会提及此事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他该告诉我的。他是男子，又是战神，怎么拉得下脸好意思告诉你？只是与你合修，便会给他惹上麻烦呢？明夜今日天不亮便领兵出战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不过才合修过一次，他是战神，也不至于脆弱到这个地步的。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若没有他助你合修，到时候你妖气反噬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只能再另想办法了。看来今天我当真要好人做到底了。既然我搅和了你们合修的好事，自然是要替你想想办法的。天欢姐姐，你有法子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不必去找明夜，来找我吧。那便多谢天欢姐姐了。明夜不高兴，为何不同我说？拿你出去做什么？明夜，明夜，多谢，先放那儿吧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
今天就是与桑九合修的日子了。昨日桑九本该来找我合修，我等了他1日都没来，不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事。你那小棒精莫不是跟人跑了？什么？那你近来成日虎着个脸，看着要吃人似的。哎，人家桑九是姑娘，你直接去问她，怕是得害臊。算来许久未合修，浊气聚集，桑九也该出现了。这次我定与他说个明白，妖气反噬非同小可，明明约了3日一合修，不能总这般拖延。今日上清神域，月明风清，桑九喜欢星星，我先为他搜集星辉，到时一并送给他，希望他欢喜。天花少女，你的妖气又要反噬了，对不对？不必说，我也知道，大老远便闻见那股妖气了。别担心，跟我来吧，别惊动了旁人。这口药泉名滴髓泉，浸泡其中，便可洗涤妖气。你们上清神域的宝贝真多。不过，既然这里住的都是仙人，要这涤荡妖气的滴髓泉做什么？上清神域虽是神仙所居，但千万年来也偶有1、2妖族到此。这滴髓泉天生天长，谁知道究竟因何而生呢？水不冷不热，刚刚好，快下来试试。桑九妹妹，怎么了？这药泉泡起来好痛啊！明明很舒服啊。说不是我事务繁忙，真想同你一起泡一会儿呢。我明白了，滴髓泉专涤妖气，你如今妖气正盛，自然会疼些。不过很有效用，你看方才进过泉水的地方，是不是已经恢复了？真的？还不快下去？嗯。
香九妹妹，要多泡一会儿才有功效。说出我的名字，明夜最忌身边之人私交过密。你发现？
不对，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2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，扑到了国王的怀里。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。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，把自己2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2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。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。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着不能承受之苦，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
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诸神降临。林烨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。名为同悲道，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。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在9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
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线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季泽有幸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明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毁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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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。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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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这么多日子以来，
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。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。我深系四周三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因为我搅扰了你。对。没想到，我已经尽量躲开你，不去惹你心烦，竟然还是会这样。爹爹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国王救白鸽的故事。爹爹告诉我说，国王为了救白鸽，把自己两割肉4亿，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这神明可真不讲道理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那是因为啊，这两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会感动神明。我以为我已经够诚心，神明却始终不曾为我回头。明夜，我会回去收拾包袱。天亮之前离开这里。明夜，明夜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？桑乔，从你和我乘着婚车来到上清神域，要不你也尝一个吧？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从你吃那从未有人动过的鲜果，从你与我相处时的一举一动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乔，你要放弃我，希望你幸福。
心事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事，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逝，怀抱一只蝴蝶，不得时着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人酸到说梦话，情丝盘几圈，一岁无爱，一报无尽的后怕。我经历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，撕去了满身鸦羽孤沙，前程如月光无暇。桑丘，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来同你告别。好。我从来不知你竟会喝酒，也好，正合我意。桑丘，你有话要对我说。不，是临走之前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直欠我的。什么东西？你欠我的那个洞房花烛夜。你放心，这是我亲自结的赌注，只能让人无力片刻，不会伤及性命。桑丘，对了，它还能让人说不出话来。今夜过后，你我结缘世间，一别两宽。
桑九，你我终是没能好好道别，我最终还是辜负了你。今日，对，就是今日。我们付出这么多代价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皆是为今日一战。魔兵已聚集在魔宫附近，他想以铜杯道笼罩三界。若他此举成功，便会使得万物尽毁，生灵尽亡，民坠涂炭。诸位可愿随我一同诛魔？愿随战神出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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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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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。网之主统御10万魔修，好大的阵仗！我们同为魔神驱策，二位不必称我什么网之主，叫我地面即可。网之主对妖魔可真有同僚之爱，难怪会为了投诚于魔神，不惜与妻子决裂。若是你俩阵前相见，会是何等场面？大事当前，我等还是先想想如何避其全功吧。
们必须要在阵法完成前阻止魔神，届时分秒必争。我会先行前往魔域。魔域中不只有魔神，还有三魔和万千妖兵，以寡敌众。你先行进去，也阻止不了魔神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必须要去，把三魔从魔神身边拉开，先把魔神孤立起来。欺人太甚！青面，让开！小明夜确实把他们拉下白骨祭塔了，希望一切能如计划所想。明夜，我准备好了。那些被你骗的魔众，以为你要带领他们一统三界，却不知你的真实意图，只是要他们送死。青面，别管神兵，先破开时光之牢。无论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，你们却奈何不了吾。众神的时光之牢敌不过吾之魔将，而以你之神力，更无法撼动吾分毫。我不可以，但我们可以。之魔。
很好，刚才那一击，吾确实没想到。雨神，可对吾来说，送死的是一个还是两个，并无区别。红杯道已停，浊气已散，诸位速速支援神兵！能停止同悲道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小蛟龙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原来魔神也会害怕。哼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这一次，吾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今日，无论生死，我必将你诛杀。是吗？
想要突破天罡阵，坚持住！出去！成功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天罡罩已成，谁也别想离开魔域。以我二人气力，定有办法格杀魔神。看来，只取邪骨对他削弱不大，这恐怕是一场鏖战。所幸，天罡罩已成，只要将邪骨封印，诛杀魔神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可恶，出不去又进不来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那是初皇的神力痕迹。地面去哪儿了？天罡阵不是出不去的吗？跟上，跟上！动！怎么回事？纪泽，才耗尽神力凝滞时间，再硬撑下去，会燃尽神髓的。魔神已经追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可是你，明夜，你别傻了。你我都身负重任，今日若要留下一个人的话，这个风头应该由我来出。相信我。纪泽！纪泽，这根凤铃送给你，里面汇集了我的神力。无论你到天涯海角，只要你想见我，它就会立刻带你来到我身边。把邪骨交给我。除非你从我的尸骨上踏过去，否则你休想。初皇，你现在就把邪骨交出来，只要邪骨到手，我就能成为魔神。届时我成了三界之主，这天下我可与你共治。地面，我原本以为你是被魔神蛊惑，才丧失了本心，现在你却告诉我，你要邪骨。
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我们。你是凤凰族神女，若是我不能成为三界之主，我如何配得上你？可笑！你莫再拿我做你卑鄙野心的借口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堂堂雨神，竟然在吴的魔域当起了小偷，真是出乎意料。明夜，阿九，今日怎么心神不宁？哎，今日不知怎的，格外心慌。仙妖殊途，你修行了数百年的仙术，如今出袭妖法，一时救不过来也是难免的。不必急于求成嘛。嗯。季泽，桑九，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没有人能。
我已陨落了吗？不，是我们要陨落了。同袍一场，特来与你告别。什么？今日一别，身归天地。来日纵化作山巅冰雪，溪中卵石，岸边垂柳。我们总有重逢之时。身起一则，愿交给你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爸，殿下。阿兄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我回漠河替父王处理些事务。好。等等，公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……你说啊！报告公主，方才传来消息，神木二军与长泽血战，激战许久，打得难解难分。那明夜呢？神墨大战战况惨烈，战神必定首当其冲。众神虽诛杀魔神，尽灭魔众，却尽数陨落。战神明夜、咒神祭泽亦不知所踪。
明夜如今身在何处？连战甲也难以抵御，再过片刻，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初皇神君，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初皇，帮帮我，请送我去找明夜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明夜，我们到家了。报，圣女，还是找不到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多天兵。踏遍四周也没有找到明夜。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益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
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？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糟了糟了，我忘记阿兄会来了。阿兄，阿俊，你回来了。你去采药了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我最近看了一些医书，采了一些有助于修行的补药。即便我不说，阿九也早晚会知道明夜的噩耗。可是如今他修炼正到关键时刻，若情绪不稳，走火入魔又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与其让他从别处知道，我还是斟酌着告诉他吧。哎，阿兄，阿九，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厨房煮了。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阿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突然想到还有材料未放，想过几日采来再煮汤来着。哎，阿兄，我们出去吧。阿兄今日要教我些什么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进境这么快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教不了你喽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再晚回去啊，父王就该发现端倪了。10日后我再来看你。阿兄，我现在已经能自学了，路这么远，阿兄就不用总跑来了。这么快翅膀就硬了？行吧。那就再过15日过来检查你的功课。嗯。
你有没有喜欢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我的？我去撒网打鱼，结果捞上来一条白泥鳅。我本来想炖豆腐的，谁知道会变成一个大活人，锅都被你炸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锅我会赔给你。哎，你干嘛你伤还没好，又瞎又残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该去何处？魔神已灭，灵台已空，我没能随他们一起陨落。可这世间再不需要战神明月了。你这小泥鳅还不知道吧？如今魔神伏法，世间一片安宁，再也不需要躲藏和逃亡了。不如你就留下来，替我打打灵功，也好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不会做工。不会可以学啊。这样吧，你呢替我干干杂活，我帮你治眼睛，待你复明之时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再怎么听，也像是我更受益。你为何一定要将我留下？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太孤单了。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，哪怕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如今铜柴凋零，桑丘野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？哎，怎么样？
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先睡，等天亮了我再找找治眼睛的药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只有一张床，你是病人，给你睡吧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。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也略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多谢。这2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还多着。好。你等我一下。
喂。拜拜。